对，是裁判要看，别倒地了，这球马上要中国拳坛又一位妖孽级选手横空出世，孙悟空的装扮，扛着一根金箍棒，在擂台上降妖除魔，大杀四方，连续3次击倒日本人，直接将日本选手的肋骨打断3根，赛后只能被担架抬走。这个如此凶猛的小伙，就是来自湖南荆州的刘威，他最擅长的就是腿法，就连法国悍将尼古拉斯在他手中都撑不过10秒钟，因此也闯下了英雄传说的最快 KO 记录，被拳迷称之为 KO 小霸王。而今天这个倒霉蛋就是日本人中野卓也，他号称打不死的小强，听到刘威的名号也是点名挑战，他不信邪，非要感受一下刘威的 KO 实力。他仗着最近12场全胜的战绩耀武扬威，赛前跪地祈祷，请求日本天皇赐予他力量。刘威今天就是来降妖除魔的，发扬孙悟空3打白骨精的气势。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白色短裤的是中国选手刘威，黑色短裤的是日本人中野卓也。刘威主动组合拳进攻日本人，上来直接将日本人逼在角落里，方便他重拳砸击小日子。日本人别想四处逃窜，对手也不是好拿捏的，连续的腿法进行还击。短暂试探纠缠到一起。刘威这个后手拳啊，勾到对方身体的时候，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对方有个反应。刘威呢也是旋风他人的得意门生，漂亮，我们能感觉到这个中野卓也啊，他是出自日本的 M1 MC， 这是一个泰拳的组织。那么说从他的那个本身的实力来说，其实他并不是很强啊，但是这个对手身高臂展上占据很明显的优势，但是刘威丝毫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直接冲进日本人的内围。他非常擅长膝法，两人近身纠缠，裁判将双方拉开之后，刘威连续的组合拳衔接一记顶膝，对方就直接撑不住了，满脸的痛苦。不得不说，刘威的膝法杀伤力真是一绝，1分钟的时间直接送给对手一次读秒。能不能把比自己大级别的选手能够干倒啊？看来刘威没让周老师失望，马上就来给你一个这个精彩的表现。是啊，刘威现在这个拳头，我觉得越来越有徐岩那种味道，轻重还是很分明的。没错。中野卓也对这个刘威最早就是练习跆拳道的，之后又深入练习了泰拳，所以腿法上的杀伤力很恐怖。泰拳最注重的就是硬度以及腿法上的输出，他还练习了自由搏击，所以打法上是很全面的。虽然重拳没有腿法那么强悍，但也够日本人吃一壶的。上面左手拳打了一下，然后再来一个击步的动作。对，日本选手直接倒地，再一次读秒，但是他好像可以继续比赛。刘威的拳第3次的话，我觉得是裁判要看。哎呦，别倒地了，不行了，这是一个全场比赛结束，这时候马上要连续2个右手牙套在里面水下啊。对，刘威真是好样的，一回合3次击倒强势 KO 对手。刘威真是全面发展的选手啊，不仅腿法厉害，拳法也具有一击致命的能力，打得日本人站都站不起来了。这场比赛真是精彩直接，刘威全场暴击，简直就是追着日本人出拳，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对手。看来中国选手打日本人就是有 buff 加身的，尤其是还带着金箍棒出场，气势拿捏的死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哎呦，这3下哪下都足以致命。是，没错。如尖刀一般，锁持，然后加一个顶膝。这是第2次。对，我们说其实日本选手没有从这个重击中恢复过来。哎呀，看这2下。我们恭喜刘威 KO 拿下这场比赛，大胜归来。第2场，刘威对战日本人利川和希。他练习拳击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一场拳击比赛，选手之间的对抗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斗志。自此之后，便一直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拳击比赛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名歌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人的精彩对决吧。比赛开始，白色短裤的就是刘威，
黑色短裤的是日本人利川和希，刘威还是步步紧逼。他在擂台上的打法就是很主动，善于掌控场上的节奏。规则：峨眉传奇洲际金腰带的晋级赛，红方选手来自中国刘威，南方选手是来自日本的利川和希。刘威呢，在身高臂展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啊。是的。曾经跟这个泰拳名将勒德斯拉战平。这个董老师应该对刘威比较熟悉，因为他这个一直跟着康恩训练。对，康恩也是你的师兄弟。双方首回合节奏还是挺快的，刘威拳脚结合统统奉上，拳头落点很准。刘威打比赛一直都是快速终结对手的，能 KO 对手就绝不会将结果交给裁判，所以他的比赛总是充满着暴力，非常激烈，观赏性绝佳。刘威在距离上的控制很出色，在中近距离碾压对手。日本人现在还是有点没有适应比赛节奏，被刘威牵着鼻子走，整个人显得非常被动。这个康恩，这个刘威哈是叫东瀛特星，这个康恩我记得也是非常喜欢打日本的选手。康恩包括徐岩在整个特别是徐岩在日本的这个比赛当中，几次呢在日本本土终结日本真的是世界级的这个冠军选手，包括山本由尼啊，以及长岛雄一郎。也是给我们中国选手扬眉吐气。刘威对战日本选手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他现在依旧掌控比赛主动权，连续的逼近对手，重拳蓄势待发，并且报价还非常谨慎。虽然这是对手首次参加职业比赛，但刘威并不会轻敌，不会给对手一点抓住空档的机会。而刘威这种全方位的打击也给对手很大的压力，日本人有点招架不住刘威的攻势，但也在尽全力做好防守。这个虽然说我一直在做介绍，但是场面这个火爆的场面啊，一度把我们这个打断。对。等等，日本选手打法啊比较粘着，每一次的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的发力啊，他并不会使用全身的这个力量，但是他的输出会持续不断，而且这个步伐的移动，包括这个斗志，都相当的这个优秀。所以我们在早期进行一些中日对抗赛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首回合时间即将结束，双方的节奏也在慢慢加强。都知道日本人的战斗特点就是非常抗揍，并且很执着。如果不是将他彻底打趴下的话，他还是会坚持站起来跟对手死磕到底。刘威要做的就是将他的防守彻底打穿，在主场打出中国人的气势。面对日本人骨子里的血性就爆发出来了。但是随着我们这个职业赛事的这个越来越多啊，水平也越来越高，我们的观众啊这个欣赏水平啊也越来越强，而且观众的这个觉悟啊越来越高。在设计一些比赛的时候，我们观众更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会用一种观看体育比赛的角度去看比赛，从竞技的角度看。是的。Welcome to the zoo. 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二回合，日本选手疯狂进攻刘威，上回合被打得非常狼狈，现在就想找机会反击刘威，但刘威当然不是泥捏的，不会轻易让对手在他手上占到一点便宜。刘威这回合也开始真正发力，力量上碾压对手。上回合在两人厮杀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刘威的爆发力很强，技术上比对手更加全面。这个两个比赛，所以我们日本本土的，可见我们日本本土的这个选手的水平啊，其实是非常高的。对。在我们踢拳界，包括这个日本的全民明星磨砂豆，以及佐藤佳阳等等一些。对，到现在也是可以说名留千史，依然。而长时间的击打，日本人明显已经接近崩溃，他现在连防守都做不好了。速度非常快。刘威正蹬精准命中，日本人也深知刘威的腿法非常厉害，他就不断的步伐移动，将两人的距离控制到位。刘威则是不想跟对手继续纠缠下去了，想直接快刀斩乱麻，连续的组合拳精准砸击。董老师的话是被连续的击打，拳法加戏法，哇，把现场轰入一顿高潮，漂亮，表情，对。这个时候刘威不要放松。刘威真是好样的，重拳轰炸，彻底将对手击溃 ，TKO 对手赢下比赛。大家觉得刘威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Tomorrow is on its way, so let's live it up today. Let's live it up today.
Pack your bags, adventure is waiting.